家人们，我穿越了，但是穿越成了修仙界的瘸腿废柴。穿越前，原主被修仙界第一宗门紫霄亲传弟子赵无极当众退婚，又被闺蜜林曼儿推下悬崖惨死，这可是血海深仇。可我现在没修为，没实力，这仇，原主我就先不替你报了哈。丁，基础种田任务完成，奖励9阶假苏种子1袋。对了，我都忘了，我还绑定了个莫名其妙的破系统，还9阶假苏，以为我没看过修仙文吗？那修仙文里9品入门，1品最强，9阶不就是最低等级的存在吗？净给我一些不值钱的玩意。谁？我的灵泉水呢？本座万年淬炼的神魂，竟然被这反水修复了。这女子随手拿出的竟是极品神拳，她到底是何方隐世大能？我乃上古白虎杀神，征战半生，神魂陨灭，今日竟被她一瓢泉水救回。是你们在说话，还是只突击、流浪土狗？这荒山除了我，居然还有别的活物。他能听见我们传音，此人机缘无穷，不管他是什么身份，这大腿咱指定得死死抱住。我先来的，别跟我抢主人！主人，我皮肤滑，摸我，摸我。不是吧？这也能碰瓷认主？既然你们非要跟着我，那总得有个名字。你浑身毛都快掉完了，你就叫突突；你这土狗傻乎乎的，就叫二哈。好了，先让我给田里的植物浇点水。丁，9阶假苏种植收获成功，奖励9阶白露花种子1袋。搞半天9阶假苏就是猫薄荷，真是给我气笑了！不折腾了，回屋躺着摸鱼。来者何人？速速离开此地！我只是无意闻到9阶灵脂的味道，这9阶可是最顶级的。我想食用升级修为，无意恶战。你想得美，老秃子，咱们上去撕碎他！没事，主人，就小蟑螂捣乱。惺惺作态，一位是上古凤凰大能，一位是白虎杀神，如今竟甘愿侍奉一个瘸腿凡人。我倒要看看这女子身上有什么特殊之处。怎么可能？区区一把普通锄头的一丝余威，就震碎我大半修为。这个瘸腿凡人根本是深藏不露的绝世大佬。主人果然是隐世大能，我们都还没看清楚招数，他就已经把臭猫降服了，太厉害了！怎么又来了一只小猫？摸起来软软的，跟云朵一样舒服。你以后就跟着我吧，我给你起名叫云朵。主人，人家喜欢这个名字。丁，集齐3只初始灵宠，附赠灵宠专属进阶口粮3颗，获得9阶土豆种子1袋。这也太抠了吧！糖豆仅仅只有3颗。主人，这只猫来路不明，不能轻易相信它。就是主人，而且你当时不是那么嫌弃我们吗？如今怎么对它这么特别？你们2个废物也配和我比？好了好了，以后都是一家人，不许吵架。来吃糖。我先把土豆种上。区区一颗口粮，竟让我化成人参，修复大半神魂，修为暴涨。主人到底是什么逆天大能？我们还是不要让主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吧。为啥呀？主人这么厉害，手底下总不能有3个废物吧？要是主人知道咱们是上古神兽，不得高兴？应该不会是想自己出风头吧？我不允许哦，主人只能更偏爱我。主人明明是一个我们都看不透修为的大能，却隐藏在这里装作一个普通人，说明主人只想远离纷争，治好腿伤。所以我们也要装作普通萌宠，才不会给主人带来麻烦。有道理，那大家都不被主人发现哦。怎么突然这么安静？你们3个在那杵着干啥呢？主人，我们是在回味你给的糖呢。你们喜欢就好。好险，差点被发现人参。属下李霸参见万寿宗大小姐。我和无极哥哥的婚期将近，此前让你们帮我找的可以美容养颜的白露花有眉目了吗？我要风风光光嫁给无极哥哥。才灵光，竟是9阶白露花出世了。不过一座荒山内怎么会出现绝世神草？那神草是何人所有？怎么会是他？这瘸子不应该早就尸骨无存了吗？大小姐，属下已经派人查明，只有那瘸子一个人守在那里，还养着3个没用的灵宠。他竟然还好好活着，还守着那么多我想要的9阶白露花。大小姐放心，他一个被退了婚的瘸子，不配拥有这般好物。如今您快要与赵无极成婚，这宝物应该配您才是。属下定把那宝物夺回来，双手奉上。不愧是我忠心的好狗，我赐你一柄神兵利器，当年没能斩草除根，这一次要彻底了结他。
把他的尸首和白鹿花带回来。是。好香，白鹿花竟然已经开花了。这花等级最低，种出来倒是挺漂亮的。老头子，察觉到了吗？有人来了！八哥，发财了！真的是白鹿花，居然还有整整一地！天助我也！这等造化竟然落在这样一个破地方！你们是什么人？不会是冲着我地里的一堆破草来的吧？你们想要的话，可以给我一点灵石作为交换，虽然不值钱，但也是我辛辛苦种来的，要点灵石不过分吧？装什么？一个修为尽废的人占着灵草还敢跟我要钱？信不信我杀你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我不要灵石了还不行吗？这些东西你想要的话，全都拿走。现在这么大方，想息事宁人，晚了。有人不仅想要你的仙草，还想要你的项上人头。哟，几个小鸡崽还敢瞪老子？就你们几个，烤着吃还不够割几个塞牙缝呢。实在不行，锄头也给你。还敢他破烂侮辱我！兄弟们，还有这几只畜生，一个不留。剩下的人跟我去拔白鹿花。受死吧！完球，今天怕是要交代在这儿。没事没事，大不了直接重开副本，总比现在这个瘸子强吧。你，哎，刚才那几个人呢？刚才来了一阵怪风，直接把这群不怀好意的家伙卷下山了。不对，你们想骗我？难道主人看出来是我杀了他们？肯定是这群家伙看不上我，去我的菜地里霍霍了。走，咱们去菜地。是主人。李爸，这些仙草蕴含的灵力太恐怖了，我们万兽宗要发了！这么快就解决完了？这3个畜生怎么还活着？他们人呢？都给老子死哪儿去了？这可是主人非常在意的灵草，哪来的丑人？滚远点啊！滚开，死秃鸡！再挡着，老子把你炖了！云朵和二哈他们都这么拼，我也不能怂。都给我住手！这瘸子也怎么还活着？怎么回事？我刚才明明听到他们动手的声音了。告诉你们，我可是世外高人，你信不信我稍微动一下，你们就全都得死？拿着一把破锄头也敢跟老子叫嚣？来，你现在就打我，朝这儿打！那我就不客气了。偏偏在这个紧急时刻出手，是要我精神和肉体上双重死亡吗？主人看起来笨笨的耶，难道是刚刚恢复力量，使用起来还不习惯？就这还称自己世外高人，装模作样到现在也该到头了。你的仙草还有这条烂命，今天全都归我！就是现在，主人是故意给我们机会出手的。找死！怎么回事？不过是区区地洞罢了，别想用这种小伎俩吓退我！什么？看老子劈了你们这群怪物！不可能！区区几只畜生，怎么会？发生什么事了？刚刚打雷了？我这破锄头没伤到别人，反倒把自己摔得满脸泥，亏到家喽。不会是老天爷都看不下去这群坏人了吧？主人，你没事吧？刚才打了一声贼响的雷，那些人全都被吓跑了。那个雷声超吵的啦，本喵神魂都受损伤了，要主人的猫剥壳才能够治好哦。没想到我的运气这么好，
一个雷就把这些凶神恶煞的人都吓跑了。行了，坏人都跑了，咱赶紧回屋躺平睡觉去。算算时间，李爸应该已经把荒山那天阶异宝给本大小姐带回来了。大小姐，不好了，你快看！什么？李爸他们的魂牌竟然全都碎了！魂牌碎裂，代表他们已经彻底神魂俱灭，尸骨无存啊！大小姐，李爸这么厉害的修为，竟然都被打死了。那瘸子不是修为尽废了吗？他到底是什么人？混账！那瘸子就是个修为尽废的废材，李爸他们怎么可能因为他全军覆没？那荒山里定隐藏着什么恐怖的东西，才让他们丢了性命？来人，传我命令！大小姐，您吩咐。召集宗门所有筑基期以上的精锐长老，本大小姐要亲自带兵踏平断魂荒山。大小姐，前方就是那废女被发配的荒山了。这怎么可能？这里的灵气浓郁程度，竟然比我们万寿宗的那门禁地还要高出10倍！天降祥瑞，大小姐，这里绝对出示了天地灵宝，甚至改变了整座黄山的风水气运。九阶白露花，还有，那竟然是传说中的假苏！好一个苏家废女，竟然独占了这么一座绝世宝地！李爸他们一定是被这里的防御阵法所杀。不过，今日有大长老和二长老在此，还有9阶狂暴巨熊坐镇，这宝地注定是我万寿宗的。不可，这是本尊先发现的。哥哥打你个死屠鸡！我是百兽之王，这骨头可是上古凶兽遗骨，蕴含磅礴的妖力，世间难寻第2块，是主人恩赐给我的，何该归我？两个没出息的丢脸家伙，为了一根破骨头把脸都丢光了。就一个普通骨头也能打起来，别抢了，一会儿我再给你们拿新鲜的肉骨头。这不是那个将原属推下悬崖的林曼儿吗？他又来干啥呀？我可打不过他呀！苏清河，你杀我万寿宗弟子还过得这么自在？什么万寿宗？他们不是来抢破烂不成？结果被天雷吓跑了吗？不是我杀的。什么意思？破烂儿？他说院子里这些东西全是破烂儿。我没听错吧？他把李爸等人打成那样了，竟然说是被天雷吓跑的，他怎么能如此口出狂言？死到临头还给我耍嘴皮子！巨熊，给我踏平这里，把里面的人和畜生通通撕成碎片！不是吧？怎么又来？我在这破院子里守一堆破烂和几个小流浪，我到底招谁惹谁了？怕了吧？刚才看你那架势，还真以为你有什么倚仗呢，原来还是和以前一样，废物一个。怎么回事？你给我上啊！大小姐，9阶神兽它跪了！我没看错吧？那可是9阶巨熊，竟然对着一只狗下跪。那巨熊可是万寿宗数1数2的灵兽，这只狗到底是什么背景？只是看了它一眼，竟将它吓成了这样。我没看错吧？这是什么情况？堂堂万寿宗大小姐的巨熊竟然给我的宠物下跪！你笑什么？抱歉抱歉，我真不是故意的，你们别介意啊。没用的畜生，你可是9阶凶兽，竟然对一只赖皮狗下跪，简直丢尽了我们万寿宗的脸！大小姐，这孽畜怕是中了邪，荒山野岭的哪有什么厉害角色？依我看，是这巨熊临阵怯战。真是个没用的废物！既然如此，本大小姐便用镇宗至宝亲自送你上路。大小姐竟然祭出了万寿副神锁，此宝连元婴期强者的神魂都能锁，那瘸子死定了！去，把那瘸子给本小姐锁了，本小姐要好好教训他。这下真玩完了。主人，你都出多少风头了？这次换我来，区区一条下等蛟龙做的破绳子，真把自己当神龙了？给本作祟！突突，干嘛挡住我？主人，这风太大了，我怕你被风沙迷眼呢。这是什么情况？我的万寿副神锁竟然就这么碎了！这怎么可能？仅仅是一只幼猫，区区蝼蚁还要再战？怎么可能？他一个瘸子！大小姐的安危要紧，快跑，不然我们都得死在这儿！院子瞬间空荡荡的，
合着这群人把我这儿当旅游景点，来荒山一日游了。这次他们是被风吓跑的。主人，你怎么知道？刚才突然刮起一阵荒山怪风，势头极猛，他们应该是被狂风逼退，慌忙逃走了。可能家里有事儿吧，反正看起来着急忙慌的。唉，我真的跟打不死的小强一样，虽然生活一塌糊涂，但就是死不了。主人威武！苏清河，你不就是一个修为尽废的瘸子吗？怎么会将我万寿宗伤成这样？你隐藏的好深！走，去赵家。无忌哥哥现在是天下第一宗门紫霄传弟子，如今赵家风头正盛，肯定对付得了那瘸子。我要告诉无忌哥哥，无忌哥哥如今是天下第一宗门紫霄宗的亲传弟子，我们万寿宗仅次于紫霄宗。不管苏清河有什么手段，我们两个联手一定能将他挫骨扬灰。无忌哥哥，苏家家主，求二位替我报仇！那瘸子苏星河不仅害我重伤，还守着遍地的九阶仙草。竟敢伤你，我亲自带人上山为你讨个说法。先知且慢，愚公，苏清河是我苏家的人，他伤了你，我这个苏家家主因为你讨回公道。于私，荒山是苏家地界，仙草理应归我苏家所有。先知，不如你我二人同去荒山，处置苏清河。家主，事不宜迟，现在就出发。这荒山如今竟成了这副模样。家主，那瘸子的食物就在前面，加快脚步，别让那瘸子跑了。给，都吃，这玩意儿田里多的是。啊，我实在不知道这些东西能有什么用。我刚才没看错吧？他是在用那么珍贵的神草喂灵宠吗？是的，你没看错，就是在用我们见都没见过的神级灵草喂灵宠，而且还说这些神草毫无用处，太能装了。苏清河，这怎么可能？这真的是那个被我当众退婚，亲手丢弃的废柴前妻。清河，真没想到你在这荒山野岭竟能撞上如此逆天的机缘。过去的恩怨，我大度一些，可以既往不咎。又来个赵无极，我这破院子如今倒成了香饽饽了。只要你乖乖交出这仙草的培育之法，再把山里的防御神物奉上，我可以破例纳你为妾。纳我为妾？天大的福气！赵无极，你简直是厚颜无耻！苏清河，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守着这几株药草就能跟我们叫板？无极哥哥，千万要防防那只黑猫，他手段诡异，之前就是他伤我的。没事，我带了宗门镇妖塔，先把他困住再说。不要！为什么所有的小猫你们不许动它？苏清河，那只灵兽已经被我镇妖塔封禁，你最大的依仗都没。现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还有谁能来帮你？没了灵兽撑腰，你区区一个瘸腿废物，今天插翅难飞。什么灵兽？它就是一只普通的小猫，不过是几株普通药草，一方破院子，值得你们这般赶尽杀绝。放肆！一个被家族遗弃的瘸子还在这里叫嚣！来人，废了这逆女，拿回属于我苏家的神物！又来，这下真的记了吧？云朵突突二哈，我们下辈子见。什么情况？地震了！一个喷嚏而已，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啊！我的腿，我的修为，他的修为竟然直接被废了！我不是在做梦吧？这个，难道就是修仙界古书上记载的上古神兽白虎杀神？家主，那可是上古神兽白虎啊！咱们快走吧，不然全都得死在这儿。就是啊，家主，几万个我们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啊！再不想想办法，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了。等等，苏小年那个废物应该还活着。等一下，苏清河，你难道不想知道你亲弟弟苏小念的下落吗？小念还活着，在哪里？
当年他被赶出苏家，流落荒山，如今只有我知道他在哪儿。我可以带你去，但是你要拿你培育神草的配方来换。待我找到小念之后，你要的东西我全部给你。现在就去。行，现在就去。走吧，带路。咱们真要老老实实带他去找那个苏小念，等他见到人，咱们可就彻底没筹码了。不急，要找到苏小念，就必须经过毒瘴谷。那谷内毒气，普通人碰到就会死，更何况苏清河一个修为尽废的瘸子。您说的对，到时候苏清河的灵宠也救不了他。至于配方，苏清河那瘸子能研究出来，我们紫霄宗肯定也行。他们嘀咕什么呢？他们好像在说这山路危险呢，旁边就是悬崖峭壁。主人，你也要小心一点哦，你腿脚不好，万一掉下去可就麻烦了。苏清河，穿过这个山谷，后面就是藏着你弟弟的山洞。这毒瘴谷内毒气熏天，我们有辟毒丹，可苏清河什么都没有，进去了就是个死。好黑，这里边都是些什么东西？只是一些杂草和野兽罢了。你不是挺厉害的吗？现在怕什么？不是要找你弟弟吗？快走吧，别晚了再怪别人。他们还没拿到配方，不会置我于死地。前面看着没什么危险，不如走一步算一步。刚刚那是什么声音？怎么突然还感觉很热？没事，主人，刚刚谷里刮了一阵热风，在这阴冷的荒山还很舒服呢。主人的演技越发的炉火纯青了。这怎么可能？这不就是一只野鸡吗？凭什么？苏清河明明都被丢进荒山了，为什么还能种出神草，见到这么厉害的灵兽？谷底毒气弥漫，剔毒丹都起不了作用，这是杀死苏清河唯一的机会。去死吧！不是吧？哪来那么大的仇？这下不会真的死在这儿吧？空间互换！啊，这是怎么回事？掉进谷底的不应该是苏清河吗？该死！是空间神通，快运转灵力护体！可恶，这毒气瞬间就能腐蚀掉护体灵光。无极师兄，救我！救我！滚开！要不是因为你非要整这点破事，本少主怎会落到这般田地？还好，主人没受伤。哼，自作自受，真以为本神兽是拿来当装饰的吗？什么都看不到啊，这是什么情况？我刚才眼前一片白雾。主人，他们刚才想推你，结果没站稳掉下去了。还好我们拉了你一把哦，不然你也要掉下去了。原来是你们帮了我，谢谢你们。主人对我们真好，每次遇到危险都给我们出手的机会，最后还夸夸我们。离了主人，再也找不到对我们这么好的人了。不客气哦，主人，我们快快赶路吧。我好像看到前面有个山洞了呢。好，我们走快些。没想到二哈身子骨还挺壮，有你们在，我真的很安心。不知道苏小念是否真的在这里，又是否还活着？这声音是小念吗？苏
快跑快一点啊！再晚一点，原主基地真嘎里边了。主人慢一点，这山洞里到处都是乱石，摔倒了会受伤的。这孩子还这么小，就受了这么重的伤，就算我不是这孩子的亲姐姐，也会感觉很难过。小念，是姐姐呀。姐姐，真的是你吗？我是不是在做梦？不是做梦。小念，你在这里受苦了，姐姐带你回家，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欺负我们，可不可？姐姐先喂你喝点水。姐姐，我在这儿一点都不苦。他们说只要我在这里好好待着，姐姐就能在苏家好好活下去。为了姐姐，我什么都不害怕。小念，谢谢你。只要带回去好好养着，小念应该能好起来。这些可恶的苏家人，竟然敢这样对一个孩子！主人别生气，他们再也没有机会伤害主人了。我只是有些心疼这孩子。我们现在就带小念回去，路上辛苦你们帮我看看路况，小念不能再受伤了。主人，你的腿不要紧吗？我可以走慢点，这孩子一点都不重。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腿没有之前那么疼了。那就好，主人你路上累了就歇歇。不知道小念这些年自己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在我这里应该能过得习惯吧。姐姐，这里是我们的家吗？是，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你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了。好香，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往后顿顿都有，小念再也不会挨饿了。小念，累不累？歇一会儿，姐姐去给你倒碗水。姐姐，我不累，我现在浑身都是力气。那就好，我们小念马上就要好起来了呀。检测到9阶水稻已种植成功，新手教程已完成，奖励随机500袋9阶种子，奖励已发放到秘境，宿主可自主完成接下来的剧情。呵呵，又给了一些占地方的破烂就算了，怎么还直接罢工了？有点良心没有？算了，反正这系统除了给些普通种子，也没什么别的作用。没了就没了，小念看起来好多了，我再去给她熬点粥喝。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得多吃点。小念，喝点粥再去玩。谢谢姐姐。姐姐一定会把你养得壮壮实实的。好痛！苏小念，小念你怎么了？你别吓姐姐，明明之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主人，他本有很强的神识根基，但几乎被人震碎了，时间太长，治不好了。真愁人啊！我只会干架，根本不会医治神魂，这下可咋整啊？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活他。主人加油哦！你在云朵心里一直是最厉害的人啦。你听说了吗？东海遗迹要开启了，听说那是一处100年难得一遇的上古秘境。里面生长着一种名为还魂草的神草，能彻底修补残缺破碎的神魂。姐姐本来就腿脚不好，自己能活下去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不仅什么忙都帮不上，如今还要给她添麻烦。图图，我们去参加遗迹的秘境行不行？那里边有神草可以治小念的病。姐姐，别去了吧，那里边一定很危险。我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可以去，主人，只是那里人多眼杂，很危险。你到时候一定要继续装普通人啊！装普通人？对啊，主人，咱们都装普通人。哦，
我本来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啦。对的，主人，就是这样。你一直都很会装啊。好，我们这些普通人出发。哟，瞧瞧这是谁？这不是苏家那瘸子吗？牵着个要死不活的病秧子，也想去东海？哈哈，王哥，你看他带的这几只畜生，一只瘸腿黑猫，一只秃毛鸡，还有只浑身是泥的土狗，这组合真是绝了！哈哈哈哈哈哈！小瘸子，东海风大浪急，要不要我们带你一程啊？只要你把你那几只没用的畜生扔了，再把身上的灵草交出来。不许欺负姐姐！我还以为这些弟子多大能耐呢，一只猫就给吓成这样，也不过如此。理这些人纯粹就是浪费时间。不用理他们，我们抓紧时间赶路。好大的海浪声！主人，慢点走。小念，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再坚持一阵子，姐姐一定会拿到还魂草，治好你的神魂。姐姐，小念没事儿。小姑娘，听老夫一句劝，那海外遗迹可不是你能去的地方。前辈，我有必须要去的理由，不管遗迹内有多危险，我都要去。那遗迹坐落于深海孤岛，想要进入，就必须先经过一道由稀释灵泉构成的水幕，只有灵力纯度达标的修士才能进入。凡人踏入片刻，便会灵力溃散而亡。先不说你与这小孩能不能进入水幕，那株能修补神魂的还魂草，是由一只存活了万年的上古玄龟亲自镇守，那灵龟实力深不可测，一口吐息就能让高阶修士化为飞灰。万年玄龟。不仅如此，各方大宗门的天骄、嗜杀成性的散修都汇聚于此。为了抢夺宝物，他们在遗迹里互相残杀。你带着他进去，简直是羊入虎口啊！多谢前辈告知。姐姐，要不算了吧，我不想你因为我受伤。小念，你是姐姐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不管前方有什么危险，姐姐都要去。既然姐姐都这么说了，那不管前方遇到什么危险，我都要和姐姐一起面对。水幕好说，万年玄龟，那不是咱们的老朋友玄武吗？看来这还魂草注定是咱们主人的。不过我们还是不能放松警惕，遗迹内妖兽众多，主人修为莫测，却也是个腿瘸的，说不定会有危险。哎呀，有我们在，主人肯定不会有什么麻烦的啦。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想染指仙人遗迹，一个毫无灵力波动的瘸子居然也来排队。这道遗迹水幕可不是摆设，里面蕴有上古灵压，凡人肉身一碰经脉寸断，肉身直接崩碎。他一个修为尽废的瘸子竟然来闯水幕，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笑的事。看到了吗？唯有修真者方能踏入此地，你一介无灵凡人，连第一道门槛都不配碰，趁早滚回你的荒山上。瘸子，别躲了，上前试试。我倒要看看你这废人体魄能不能扛住结界一瞬的冲刷。你这么一说，我倒是也想看看这瘸子会是什么下场。小念，你先在这里等一下姐姐，看到没有危险了你就来找姐姐。姐姐不要，水里很危险。放心吧，你忘了吗？姐姐以前可是最厉害的修士。姐姐，我相信你。喝了这么长时间的灵泉水，这结界我应该能进去吧？大家快看，他居然真敢上前！一个修为全无的瘸子，简直是自寻死路！找死！这上古水结界专门吞噬凡胎血肉，别说走进去，他那瘦的都快要露骨头的手指头，只要碰一下，就会当场被震成血雾。一定不要有事啊！我记得原主之前还是有一点灵力的，拜托一定要起作用啊！
姐姐，你真厉害！这个水幕为我们让出了好大的空间。不是吧？这真是我搞出来的？怕不是这水幕出问题了吧？我不是关系户。不，这不可能！他明明毫无灵力，怎么可能毫发无伤地穿过上古结界？那水幕连高阶修士都能绞杀，他怎么连一根头发都没少？无灵凡身，却能让上古结界主动退让，此女身上定不简单。姑娘既然得到上古结界认可，便是遗迹有缘人，请径直入内探秘。这波让我装的有点爽啊！没想到这水幕也会出现 bug。就算他投机取巧进了门又如何？那里面可是埋骨之地。没错，里面不仅有吃人的上古玄龟镇守，还有无数绝杀阵法。一个废女带着一个拖油瓶，活不过半刻钟就会死无全尸。当初赵无极赵师兄就是因为去找这个女人，才死在断魂荒山谷底的。赵师兄肯定是被他害死的。大哥，听说这瘸子身边有几个灵宠特别厉害，我们得想办法把他们支开。放心吧，我有办法。今日他肯定不能活着出去。这位姑娘请留步，在下看姑娘双腿不便，还带着重病舍弟，实在令人钦佩。不过，姑娘可知前方还魂草所在之地的禁忌？禁忌？什么禁忌？密场内设有仙人留下来的纯净星辰结界，这结界最是排斥兽类的浊气，哪怕是再温顺的灵宠，一旦靠近，也会被结界判定为不敬。若是强行带着他们进去，结界便会瞬间反噬，到时候不仅还魂草会化为飞灰，连姑娘和舍弟也会被劫当场绞杀呀！我们也是不忍看你们白白送死，听姐一句劝，把这3只灵宠留在外围，你独自进去采药，万无一失。已经和这几个小家伙相处这么长时间了，我早已把他们当作家人，我不能拿他们的命去赌。如果结界真的排斥兽类，那图图他们都会被我害死。多谢二位提醒，图图、二哈、云朵，要不你们就在这里等我，我一个人带小念进去。主人，他们怕是在骗你哦。是啊，主人，你自己进去很危险的。是我考虑不周，你我第一次见面，你不相信我的话是应该的，但你可以摸摸这个。这是……我以前也有一个灵宠，我们互为家人，可就是因为我的犹豫，害得他丧了命。如今我们阴阳两隔，再也不能碰面。图图，你们在外面等我，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知道你们担心我，但是我也担心你们。等我拿到药，立刻出来接你们。等等，主人，等一下再进去吧。秘境的核心区域危机四伏，那些人类修士卑鄙无耻。主人腿瘸，主人弟弟又昏迷，一旦遇到突发凶险，我们怕是来不及救援。你说的对，咱们怎么还能跟着主人进去呢？其实我们可以不用跟着主人进去啊，人家的毛发里可是有上古神兽的气息，那些蝼蚁闻到都会被吓得动弹不得，而且将神魂注入，还能在主人遇到危险的时候立马赶过去。你一个秃鸡，哪有什么羽毛可以拔？本尊堂堂上古凤凰，怎么可能毛都拔不出来？主人，这是我们3个给你的护身符哦，你一定要时刻带在身上，我们会保护你呢。谢谢你们，我很喜欢，我绝对不会取下来的。一定是3个小家伙太担心我了，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弄来的这护身符，但总归是他们的心意，我一定要好好守护。这挂饰与我们的神魂相连，要是主人遇到生命危险，我们也能在第一时间赶过去。大哥，那几个畜生给了他什么东西？我们还能为赵师兄报仇吗？不管是什么，只要他们不在苏清河身边，就不可能救得了他。那瘸子还不得任由我们拿捏？闻起来有很凝重的海腥味，这秘境是在海底，可是这里也没有水啊。小念，害不害怕？有姐姐在，我一点都不怕。姐姐，你看那里好像还有珍珠。小念，你怎么了？看来是这孩子刚才太兴奋了，又昏过去了。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我必须立刻去找还魂草。来的路上，大家都在说这个秘境很危险，我得多加小心。什么情况？难道是我的心诚起作用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他竟然在对着我跪拜，看来真像那2个人说的“心诚则灵”啊！这怎么可能？那可是玄灵海药，相当于金丹期修士的战力。他腰上挂着的东西一定是个旷世神物。哼，难怪他敢带个病残硬闯冥境。不过他法宝再多，也终究是个没有修为的瘸子。现在我们先去抢神草，然后再把他身上的御兽至宝一并夺过来。太好了，这秘境真适合我们这种一心为了一个目标向前冲的人。那就是传说中的还魂草，快去拿过来！哼，传闻长生灵谷藏有还魂仙草，今日总算被我们找到了。此等旷世神药，谁抢到便是谁的机缘。秘境层层险阻都被我们闯过，这株还魂草理应归我们紫霄宗所有，旁人休想染指。别磨蹭，速速上前夺取仙草！谁敢阻拦，老夫一锤碾碎他！仙草一定是我们烈阳宗的！这是什么？是镇守长生灵谷的上古玄龟，修为空天彻地，专门守护还魂草，冒犯者必无疑。区区凡人还敢想拿还魂草，你们不配！虽然这玄龟实力通天，但现在不是逃跑的时候。只要拿到还魂草，我烈阳宗弟子一定能修为疯长，超过紫霄宗。不要临阵脱逃，先静观其变，找到合适的时机再动手。好多人啊，他们都是来拿还魂草的，我还能抢到还魂草吗？这瘸子死定了！他腰间的护身符能震慑普通妖兽，但肯定不能震慑上古玄龟。他现在就是个活靶子，等上古玄龟对他动手时，我们就去抢神草。一个瘸子，这不是自寻死路吗？这上古玄龟性情暴虐，但凡有人敢靠近还魂草，就会被碾杀。怎么他们都看着我，搞得我跟在走红毯一样，好紧张啊！他们不会再等我拿了还魂草，然后上来抢吧？阿玄，是我们呀！阿玄，这位是我们主人哦，他可是隐世的大能，就连我们都看不透他的修为呢。阿玄，主人待我们极好，他弟弟如今命悬一线，只能靠还魂草才能根治，所以请你帮帮忙啦！之后你来断魂黑山，我们会好好招待你哦。好。神草，你可拿去。真给我了，谢谢你成全我，给我和弟弟活下去的希望。怎么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上古玄龟身份高贵，就算那瘸子身上的护身符再厉害，他也不可能主动把神草送给一个毫无灵力的瘸腿丫头。荒谬，简直逆天荒谬！我等身负宗门修为历尽艰险都拿不来的机缘，凭什么落在一个废人身上？这丫头身上明明没有灵力波动，她到底什么来头？多谢玄龟前辈成全。快走快走，这里这么多人，一会儿得给我砍成粉末。我们就这么眼睁睁看着这个瘸子拿着仙草离开吗？你没看到刚才上古玄龟的动作吗？你能摸清他的底细吗？就算他真的是个修为尽废的瘸子，现在他可是上古玄龟认可之人，上去阻拦就是找死。罢了，让他走吧，我们没有这般造化，潜心修炼也必定能超过紫霄宗。上古玄龟的庇护只限于长生灵谷境内，只要苏清河踏出谷口，就动手。终于走出灵谷了，没有玄龟庇护，我看你还能依仗什么？
识相的就立刻交出还魂草，那本旷世神草根本不配留在你这废人手中。你们不是告诉我新城才能拿到神草的人吗？竟然……哼，什么心诚则灵，那都是为了支开你身边的3个畜生，用来骗你的假话罢了。交出神草，饶你姐弟2人性命。要是不给，今日便让你们葬身此地。打我竟然还要支走那3个小家伙，连小鸡、小猫、小狗都怕的人，他们2个的能力肯定也不怎么样。这是我拼死换来的机缘，是救我弟弟的唯一希望，我绝不会交出来。既然你不愿意主动交出来，那我们只能抢了。出手！堂堂紫霄宗弟子，修行不修德，恃强凌弱，半路截杀，简直丢人现眼！这不是刚才的壮士大哥吗？大哥没白长一副正义凛然的模样。赵宗主，这是我和这瘸子的私事，与你烈阳宗无关，请不要多管闲事。秘境机缘，各凭本事，人家凭诚心、凭本事得到的神草，你们不敢在灵谷内放肆，便躲在谷外偷袭围堵，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也配修行问道？姑娘，快带着你弟弟走，别在此处逗留。这位仁兄，我先走一步，你注意安全。既然你要护着他，就先一步去地下等他吧。明着打不过你，我还硬不过你吗？旁门左道的毒术也好意思拿出来现眼？不靠真本事硬碰，反倒整天琢磨下三滥的手段，这辈子修为都别想有长进。就你为人方正，你修炼的多认真啊！怎么还是打不过我紫霄宗宗主呢？赵铁胆修为深厚，正面难敌，我得找个机会溜出去，拦住苏清河。我要再走快一点，只要能走出去，外面那么多人，他们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抢我的东西，这样我还有一线生机。有脚步声，有人赶过来了。跑啊！我看你往哪儿跑！没有赵铁党护着，没有玄龟撑腰，今日这还魂草，我看你怎么守得住！立刻交出还魂草！这株还魂草是我拿到的，就是我的东西，我绝不会交给你。这下愿意交出来了吧？不给，怎么会找不到？你明明拿到了还魂草，为何身上扣扣如也？你把仙草藏去哪儿了？幸好我提前藏在了小念身上，不然还魂草真的被他收走了。说，你把还魂草藏在何处？老老实实交代，我尚可留你一条残命。我最后问你一次，还魂草到底在哪儿？你不肯说是吧？那我便先杀了你这弟弟，没了他，我看你还能不能嘴硬。住手！不要伤害小念，我给你还魂草，我可以给你。我可以把还魂草给你，你立刻放了我弟弟苏小念。你敢！不知死活的贱人，你竟敢把世间仅有的神草汇给这个濒死的废物！毁我机缘，我要你死！差点忘了，你身上还有那3只畜生送给你的护身金符。不过现在这护身符是我的了，这是突突、二哈和云朵送给我的，绝对不能让他夺走。冥顽不灵，那你就跟这破符一起碎成粉末吧。不好了，我们给主人的护身符碎了，主人肯定是遇到了危险。还等啥呢，老铁们，走呗！我不想死，我还没找到能治好我双腿的办法，我还想看到小念长大。刚才好像感觉到腿上灵力聚集，我的腿好像恢复了。我的腿好了，二哈、突突、云朵，我的腿好像好了。好像是我一直以来喝的系统给的水起作用了。
我的修为大概恢复了1成，我能感觉到灵田秘境内的水散发着浓厚的灵力。原来系统不是废物，是我错怪它了。贱人，凭什么好处全是你的？给我死！姑娘小心，齐家这俩兄妹真是难缠，好不容易摆脱齐冷，这齐瑶又要背后下死手。这竟然真的是上古神兽！这也太厉害了吧！二哈，你竟然这么厉害吗？主人，是你一直以来用灵泉水滋养我们，我们才爆发出这般力量的。原来他们一直都知道那是灵泉水啊，合着只有我一个人以为那是普通的山泉水呗。苏姑娘真是好命啊，身边不仅有如此厉害的神兽，小念这小兄弟还觉醒了传闻中的极品天灵根。小念，你的未来很刺眼啊。赵大哥，此番多谢救命之恩，若赵大哥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去荒山找我，我尽数奉上。谢谢大哥哥，以后小念对你唯命是从。仙草，你都留给这位小兄弟吧。日后若是这小兄弟愿意进入宗门，我们烈阳宗随时欢迎。再会。走吧，咱们回家。原来这些都是神草，我现在看这些神草顺眼多了，还把荒山都衬得没那么荒凉了。我要种遍整个荒山。小念这么努力，未来一定可以成为修仙界数1数2的人物。我这个姐姐可不能拖她后腿。现在腿也好了，做事更快了，争取今天一天把这片荒地开垦完，这样就能帮主人弟弟理顺乱糟糟的经脉了。果然还是人家最厉害。我来指引他引气入体，那我来把院外的风声全挡上，不让任何杂音打扰到咱老弟。小念在这里有他们陪伴，也不会无聊。山里晚上一般都很安静，今天晚上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跑来这么多野猪？姐，是山猪，他们闯进我们的灵田了。主人，今晚是月圆之日，你今日又种了许多灵植，这些灵植在月光的熏陶下灵气太过浓郁，引来了这些野兽。现在主人的腿好了，我这几天又没喝那么多的灵泉水，要是释放威压被主人怀疑怎么办？这些灵草是我们辛苦栽种，用来修行固本的根基，绝不能任由黑毛山猪糟蹋。你们这群野猪，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不是吧？这些山猪脾气这么大的吗？根本打不动啊！完了完了，这要是被野猪撞到，不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姐，小心！姐，我没看错吧？我们俩应该是在做梦吧？主人，我们不是故意瞒着你的。姐姐，主人，当年上古神魔大战，我们神魂四分五裂，是您给的灵泉水勉强修补了我们残破的神魂。我们不是存心的，仇家遍地都是，要是上古神兽的身份露出去，魂飞魄散。不过俺几个得魂飞魄散，还得给只想安安生生的你招来天大灾祸呀！没想到姐姐身边竟然藏着这样3尊上古神兽，所以我们才一直伪装成普通的灵兽呀。我们只想在您身边，安安静静的陪您种田，相伴到老。
原来你们一直都在默默守护我，愿意陪我这个瘸子蜗居在小院里。遇见你们，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我的灵泉会一直在，以后每天我都用灵泉水给你们温养神魂。主人，我一辈子都是你的二哈！起开！主人只能抱人家。主人，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还有我，姐，这下咱们可真是过上神仙日子了。我们的老朋友阿玄来了。姐姐，这里有一只乌龟爬了进来。荒山里怎么会有乌龟呢？你没看错吧？阿玄，你搁这儿装什么水浅的王八呢？这么多年不变，你还是那副德行。苏姑娘，是我，你可以叫我阿玄。我镇守那秘境万年，实在是孤寂难耐。那日感知到这3个老家伙的气息恢复，特来投奔。不知苏姑娘是否愿意收留我？竟然是您，快请进。您竟然是突突他们的旧友。没错，那日就是他们3个让我将还魂草给你，然后前来叙旧的。小念快来，你获得还魂草也离不开这位前辈的帮助，快谢谢前辈。谢谢前辈，晚辈一定好好修炼，不让这还魂草白费。哈哈哈，有志气。苏姑娘，我瞧你这灵田旁的低压荒地甚好，可否让我在此安家？当然可以，您请便。你们到底帮了我多少忙？我还真以为是我的心诚打动了前辈呢。怎么不算呢？您的心诚打动了我们呀。凭什么你还有专属的栖息地？我也要。姐，咱们家现在集齐了好多神兽啊！原以为突突他们只是陪在小念身边，没想到是在帮小念修炼。这下小念的修炼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了。姐，我突破筑基期了，只用了3天。好，今晚加餐，大家都有份儿。宗主，那个苏清河不仅杀死了无极师兄、万寿宗大小姐和苏家家主，还杀了我妹妹，抢夺还魂草，甚至暗中勾结上古妖魔。此仇不报，我等门派威严何在？好个歹毒的农女！林曼儿是我万寿宗100年难遇的天才，此仇不报，我万寿宗誓不为人。苏清河本是我苏家弃女，如今竟然勾结妖邪，今日老夫便要清理门户，将那神草灵田收归苏家所有。大家安静，光凭咱们的肉身修为，怕是拿不下那4上古异兽。不过本宗这次请出了镇宗至宝万妖图。苏清河，杀妹之仇不共戴天，下一次便是你的死期。整座断魂红山都将为你陪葬。这就是传闻中能强行压制上古神兽神魂的万妖图。不错，此图一旦展开，可化作困煞结界。别说是残缺的神兽，就算是全盛时期的神兽，也会被持续抽取本源灵力，直至灵力枯竭，束手就擒。好，集结3宗所有金丹筑基修士，今日便踏平断魂横山。突突，这是怎么回事？好强的灵力波动，那边起码来了数千人。主人，外面来了好多人，恐怕都是冲我们来的。姐，怎么了？
想来应该是紫霄宗、万寿宗和苏家的人。之前那几人死在谷底，他们肯定会认为是我做的。如今你们的身份也渐渐暴露，他们不可能就这样放着我们不管。我知道你们实力非凡，但对方有备而来，暗藏诡秘翅膀，万万不可轻敌冒进。我不想看到你们受伤。妖女苏清航，你残害同门，驯养4大上古凶兽，为祸世间。今日我3宗联军替天行道，劝你立刻交出灵田福地，自废修为，否则定叫你姐弟2人神魂俱灭。胡说八道！明明是你们的人先动手抢夺，现在居然倒打一耙！苏小念，你一个苏家弃子，勾结妖邪，也配在此大呼小叫？等等，诸位掌门，弟子有一事不明。弟子曾听散修盟传言，秘境中分明是奇瑶世界伙同他人先出手偷袭，挟持凡人。若真是如此，我们今日这般兴师动众，算什么替天行道？放肆！一个外门散修，竟敢在此祸乱军心，找死！3年前，万寿宗林曼儿亲手将我推下深渊。苏家旁支忌惮我弟弟苏小念的极品天灵根，生生震碎苏小念的神魂，将我们姐弟扔在荒山自生自灭。苏老祖，这可是你苏家做下的恶！哼，一派胡言！2年前，赵无极当众上门退婚，折辱我们姐弟。此后屡次派人上山抢仙草，引妖兽加害。齐冷、齐瑶兄妹更是在秘境中假意离间我与灵宠，偷袭伤人，甚至挟持无辜幼童，逼迫我交出还魂草。究竟是谁残害无辜？是谁贪得无厌？你们今日兴师动众，不过是觊觎我这院子里的灵草和神兽，想掩盖自己的强盗行为罢了。主人太帅了！天哪，那2人平日里就嚣张跋扈，这姑娘说的有板有眼，多半是真的。抢夺人家灵宠和还魂草，这算什么名门正派？简直是强盗！哼，一派胡言！休听苏清河胡言乱语！死到临头还敢满口胡言！给我死来！姐姐退后！看到了吗？这就是我身上的旧伤，这就是苏家老祖亲手震碎我神魂留下的罪证。若不是我姐千辛万苦才要救我，早已是一具枯骨。你这孽障！啊，等等，这位是谁？老夫镇守玄武秘境万年，在秘境之中，便是这紫霄宗大长老齐冷与齐瑶设计偷袭这位苏姑娘。他们背信弃义，甚至企图挟持凡人，逼迫苏姑娘交出还魂草。若有半句虚言，老夫愿受天道五雷轰顶之劫。既然是阿玄，他怎么变成一个男人了？既然如此，那是不是说明突突他们？天道立誓，这是真的！紫霄宗和苏家竟然卑鄙到这种程度，为了抢人家小姑娘的机缘，不惜屠戮荒山，这种不义之战，老子不参与了！多说无益，既然不服，那便用实力说话。小小的邪徒，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哇！你们怎么
么都有这么大的本事？加油啊！这破土支撑不住了！主人，你如今也可以现出真正实力了。什么真正实力？本宗倾尽100年修为，今日也要将你们这些畜生炼化，给我拧！狂妄！我来也！我卡的真是时候，那阵法刚好破裂。是否对了？将门败了，快跑啊！小念，你没事吧？苏清河，去死吧！跳梁小丑，还敢伤我主人！去！不要杀我！本长老已查明真相，紫霄宗、万寿宗与苏家旁支贪图神农腹地，颠倒黑白，构陷无辜，按修仙界铁律，当受惩处。铁长老，老夫一时糊涂啊，求放过苏家。住口！尔等不配为人师范。废除尔等全部修为，打入九幽圣火囚牢，终生面壁悔过。祁冷屡次设计暗害无辜，心思歹毒，今日废去全部修为，驱逐出修行界，永世不得修炼。不，我不要当凡人！苏清河，你这个贱人，你毁了我！苏姑娘，恶人已除，荒山重归清净。这是一枚九荒传讯玉符，还请姑娘收下。多谢铁长老主持公道。经此一役，断魂荒山名震天下，用不了多久，各大宗门怕是都会派遣代表登门交好。姑娘，可要做好准备。图图，你们几个应该也都能化成人形吧？快让我看看。没想到各位前辈化形之后这般出众，真是帅的潇洒，美的惊艳。个个这么养眼，怎么不早说？主人，这不是怕吓到你吗？主人，你看云朵好不好看嘛？主人，看我，看我！图图。好，好，好，一个一个看。听说了吗？那断魂荒山里住着4只上古神兽，而且性情极度温和，更别提那漫山遍野的仙草，连万药阁都没有。今日无论如何，也要跟苏清河姑娘结下善缘。苏小念师兄，你刚觉醒极品灵根就能稳固筑基，不知有何秘诀？修行如耕种，需心无杂念，以最纯净的草木之气引导。以往这里冷冷清清，现在倒是多了不少烟火气。好恐怖的修为！我
天火老头，老朋友们，万年不见，你们果然还活着。当年神魔大战，老夫无力救你。这些年，老夫寻遍诸天万界，才凑齐这9转养魂丹，可帮你们彻底修复残破神魂。天火老头，难为你还惦记着我们。万年孤寂，如今能重逢，已是万幸。老友们，这凡间界灵气稀薄，实在不适合你们修行。如今上古灵界早已重建，灵脉无数，造化无尽。跟老夫回灵界吧，在那里你们能重夺神兽之王的神位。他们确实该回去了，待在这里只会浪费他们的能力。我不去，灵界再好，能有主人的灵果好吃？本尊在这当二哈挺好的。灵界太冷清了，只有打打杀杀。我想陪着主人，在这里每天晒太阳。天火，我们早已有了新的家人，守护主人跟想念，比回灵界称王通霸有意义的多。谢谢你们。罢了罢了，万年过去，你们的性子还是没变。不过你们不走，这小子的前途可不能耽误。此乃太上中原九荒诀，乃是上古时期的至高功法。小子，收下他，老夫敢保证，5年之内你必能登临此界修仙之巅。苏小念，引灵泉入体，破金丹入元婴。3天入金丹，10天破元婴，半月正化神，这般天资万古未有。小念，你现在都是修仙界最顶尖的大能了，这些脏活累活交给姐姐就行。姐，我修为再高也是你弟弟，外面那些打打杀杀有什么意思？我只想一辈子守着你和这几亩地。太玄宗宗主太玄真君见过苏小念道友，听闻道友天资绝世，本座今日特携宗门至宝，诚邀道友入我太玄宗，成为本座唯一的首席亲传弟子。只要道友愿意入我宗门，本座立刻立你为太玄宗少主。宗门特等专属秘境，万年藏经阁，随道友任意进出。100年之后，本座甚至可将宗主之位禅让于你。多谢太玄真君厚爱，但晚辈志不在修行之巅，更不想卷入宗门纷争。道友，以你的天资，若是困在这小小的荒山，岂非暴殄天物？真君诧异，断魂荒山有我姐姐，有我的家，这便是晚辈唯一的归宿。纵有万般造化，滔天权势，在晚辈眼里，也抵不上这荒山的一草一木。道友道心之稳，本座自愧不如。既然道友心意已定，本座不再强求。苏姑娘，这些物资便当是本座与荒山交好的见面礼。今日我太元宗愿与断魂黄山缔结盟约，永世交好。真君明理，断魂荒山随时欢迎真君来做客。小念现在虽然厉害，但树大招风，难保日后不会再有心怀鬼胎之辈来打扰咱们的清静。没错，咱们得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不如我们合力在这断魂黄山固筑一道永久结界，把那些讨厌的人永远挡在外面。以无之灵通天地造化，结界起。走，我们从这里进去偷灵草，听说那山里种了好多别人见都没见过的神草呢。
这是什么力量？我根本无法靠近。结界只放行心存善意之人，以后再也不怕坏人来了。检测到宿主走向完美，发放奖励：9阶和平仙术，可净化荒山，强化灵力。沉寂那么久的系统怎么突然出声了？不过这仙术真是个宝贝。原本贫瘠的荒田，如今竟然连泥土都变成了金色。姐，你看，这整座断魂荒山。这下可有的忙了。大家加把劲儿，今天要把这些灵果全部晾晒好。交给我吧，主人，我的神火控温绝对天下第一。汪汪汪！本尊不仅能打架，离地也是1等1的好手。起！姐，以前在苏家连口饱饭都吃不上，现在天天吃鲜果，做梦都笑醒。万年前，上古仙界也有这般仙果，可惜那时候天天打仗，哪里能像现在这般安稳？所以说，安稳耕种才是最好的日子。我们要进去求仙子收留吗？我怕。孩子们，别怕，跟姐姐进来吧，里面有水和吃的。多谢仙子救命之恩。慢点吃，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了，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们。汪！本尊可是很威风的，以后本尊罩着你们。孩子们刚开始修炼，需要我们帮忙纠正。修仙界第一学府圣元学府诚邀断魂荒山之主苏青和苏小年前往学府讲授神农耕种与先天修行之法。苏姑娘、苏小年道友，我府府主诚意昭昭，只要2位愿意前往学府讲学，不仅奉上客座长老之位，更可年享万斗极品灵石。学府内的天材地宝任凭挑选。姐，你怎么看？使者大人，多谢府主美意。只是我与苏小念生性散漫，只习惯了这荒山的泥土香气，实在不愿去那规矩繁杂的宗门朝堂。讲学一事，便作罢吧。姑娘，神乎其技的灵芝培育之法，若不能传世，实在是修仙界的一大损失啊！我虽不去，但这些年耕种灵田、调配灵泉、养护仙草的心得，皆已整理在此册中，便托使者带回学府，供天下一修阅览。这上连万年神草的嫁接、控温之法，都写得一清二楚。姑娘竟然无偿分享，这等胸襟，在下佩服。图图要突破了。
真好看。主人，我的神魂彻底圆满恢复了。真漂亮。我家图图是全天下最好看的凤凰。二哈的力量圆满复苏了，但这威压竟然一点也不伤人。好，本尊如今已将杀神威压收放自如，对付坏人，本尊一眼能让他们神魂俱灭，但对咱们自己人，那就是春风拂面。主人，这种粗活本尊来，本尊现在力气大的能搬走一座山，以后搬运物资的事儿全包在我身上。好，知道你最能干了。去，把这筐灵石送到乐乐他们修行的偏殿去。这猫薄荷常年吸收仙术与灵泉之气，对云朵的虚空神通似乎有极大的报益。云朵也快到突破的契机了。主人，我的虚空神通已经彻底恢复，以后咱们再送物资，不需用二哈跑腿了。通过这道门，一瞬便可到达荒山任何角落，而且我还开辟了一处储物虚空，可以帮主人存放所有吃不完的灵果和仙草。太好了，你真厉害。主人，万年前的上古神界其实很无趣呢。大家整天为了争夺地盘和宝物，理智全无。还是凡间好，能陪着主人闲话家常，才是我最想要的。傻丫头，只要你们喜欢，这荒山永远是你们的避风港。万载岁月，老夫的玄武本源终于全数归位。宝贵，你这王八壳，现在怕是连仙人的全力一击都能挡下了吧？粗俗，这叫玄武无双防。玄爷爷，今天能带我们去水里玩吗？来吧，孩子们，坐稳了。谁能想到，威震上古的四大神兽，如今却甘愿在这小小的荒山陪着我们种田带孩子。因为这里有光，有温暖，有家。苏姑娘，打扰了。100年一度的修仙界万宗盛会即将在圣地开启，我等奉各大宗门联名之托，特来邀请苏姑娘与苏小念道友赴会主持盛会大局。特使大人，盛会我与苏小英便不去了，荒山农活正忙，实在抽不开身。苏姑娘，这万宗盛会乃是修仙界第一盛事，各大宗门老祖都盼着能一睹姑娘与神兽的风采。您若不去，这盛会怕是要黯然失色啊！人虽不去，礼数不能废。这些是我亲手培育的9阶仙草与灵果，便当作荒山的贺礼。
乐乐，你心性最是沉稳，这次便由你带着师弟师妹，带我与苏小念前往圣地，将这些贺礼与我的亲笔信送给各大宗门。乐乐，拿着这个，若遇危险，此玉可换出涅槃神火御敌。本尊的矛也给你们，可挡化神期修士全力一击。放心去吧，有神兽大人们的护身信物，即便是大成期修士，也伤不得你们半分。请仙子放心，乐乐定不辱使命。哼，什么贺礼？我看这苏清河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苏清河独霸了整个修真界的上古灵泉，现在又派弟子来示威，分明是想掌控整个修仙界，逼我们所有人臣服于苏清河。苏仙子没有霸占灵泉，那是他自己的东西，你们无凭无据就在这里冤枉好人，算什么正派弟子？是非对错，我们看过不就知道了吗？若是那苏清河真有独霸天下、奴役万宗的野心，今日咱们就算是拼了这条命，也要讨个说法。先不要冲动，先看清虚实再说。大家看，这个角度要轻一点，才能让灵草更好的愈合。这里的灵泉竟然人人皆可饮用，甚至连凡人都能随意进来求取仙草。我们竟然信了那些卑鄙小人的谣言。看什么看？没见过神兽种田啊？要想讨水喝就进来排队，要是想打架，本尊不介意松松骨头。苏姑娘胸怀天下，无私广济苍生，真乃万世楷模，我等惭愧。仙子，小人的孙子天生瘫痪，听说这灵泉水能治百病，小人斗胆向仙子讨要灵泉水，可小人身上没有半颗灵石。老人家快莫要这么说。这灵泉是天帝赐予断魂荒山的，只要心存善意，人人皆可取用，不收分文。多谢苏姑娘，您真是大好人。荒山种地，禁止私斗，要取水就去后面排队，谁敢在这里撒野，本尊直接把他扔出百里之外。大家有序谦让，不可争抢。荒山灵泉无穷无尽，人人有份。姐，我感应到了，这后山最深处的地脉之下，好像藏着一个失传已久的上古农根传承秘境。小念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竟然是失传的上古灵植培育完整古籍，上面不仅记载了无数世在历史长河中的神种，还有如何利用四季节气调配天地灵气的耕种秘术。姐，这古籍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有了这些秘法，姐，咱们灵田的产出足够供给整个修仙界的一修了。主人，怎么了？这最后一页写了什么？若集齐九玄、白虎、凤凰、玄武四大上古神兽之巅峰神力，融合神农灵田之本源，可化天下和平结界为乾坤太辟结界，
结界一旦成型，可令一界独立，彻底隔绝外界所有杀伐祸乱。神农为引，四兽为基，乾坤太辟，结界加固。太好了，成功了！世间厮杀不断，唯有我们断魂荒山成了真正的世外桃源。姐，这灵雨在帮我们洗髓伐脉。我的修为稳度在化神大圆满了，我的风寒好了，我的气旋凝聚成功了。万年苦楚，一朝尽散。本尊终于重回巅峰。神农传人，和平结界已与天地法则相融。自此往后，断魂荒山因果必固，将再无灾劫，永世安宁。控火可不能急躁，要用心神去沟通火焰的温度。像这样，火苗才能暖甜而不伤苗。哎呀，轻点轻点儿，本尊这皮毛都要被你们捞秃了。坐稳喽，玄爷爷带你们去摸水底的五彩温玉。真好啊！谁能想到，外界争夺一点资源打得头破血流，而咱们荒山大家却能像一家人一样相处。这才是修行真正的意义。青木派弟子，求见神农传人苏姑娘。我宗灵脉枯竭，千亩灵田尽毁，求姑娘赐予少量灵草，救我青木派性命。别急，先喝口灵泉水。这是我改良过的地神灵招与青玉谷神种，这两种灵药不挑地脉，哪怕灵气再稀疏也能存活。这里面是荒山灵泉，你们带回去后掺水灌溉，只需3日，枯竭的灵田便能重现生机。苏姑娘，这太贵重了，我青木派不过是末流小宗，实在拿不出能匹配这些神物的报酬啊！荒山种田本就是为了广积苍生，我分文不取。只盼你们能以此渡过难关。本尊的矛送你们一根，保你们回城路上安全。苏姑娘，神兽大人，此等大恩，青木派生生世世永不敢忘。好果子，老头子我游历修仙界大半辈子，就属清河丫头你这里的果子最甜，最让人安心呐。老前辈，
当初东海一季一别，一晃都好几年了。您这些年去哪儿游历了？老头子，我去了西域，也去了极北之地，看了太多修士为了争夺法宝自相残杀，连昔日的大宗门也一个接一个的陨落。当年在东海，我以为你不会走出来，现在看到你这样，老头子，我心里高兴啊。老头子，我没什么贵重东西，这是我在极西之地的古战场废墟里寻到的九霄奇花种子。此花不含灵力，唯独香气袭人，花开四季不败。多谢前辈，这正是学堂最需要的。主任，小聂，明天一早，咱们给你们准备了个惊喜。起！起！起！主人，小聂，上来，本尊带你们去看看咱们的天下。主人，你可坐好了。姐，这就是我们亲手建起来的家。是啊，这就是我们的家。老友们，老夫又来蹭吃蹭喝了，这次可得把你们最甜的灵果准备好。苏姑娘，老夫活了上千载，去过无数仙境福地，却唯独你这断魂荒山最让老夫流连忘返。前辈若是喜欢，随时来住便是。断魂酣山永远有您的位置。天火老头，来归便来归，可别想抢本尊的果子吃。食物的长势越来越好了。这样的日子也不错吧？姐，真好。